我是一名有着6年驾龄的汽车驾驶员，也是一名航母操作兵。我作为国产航母的驾驶员，很多人对我的身份都表示羡慕，也有的人会问我：你一个女兵能够操纵这万吨巨舰吗3号位可以起飞，明白。作为一名航母掌舵手，舰载机的每一次平稳起降都与我有关。如果你舵脚稍微偏了一点，就是航向稍微偏了一点，它可能瞬间就会左右横移出好几米。平常可能感觉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在舰载机起降的时候，这个就非常致命。高考完之后，其实我有过一段迷茫期，当时不知道自己今后的路将会走向何方。说起来，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父母的影响。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对参军入伍是抱有强烈的愿望的，但是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因此，当我父亲知道有这个定向培养士官这一条路的时候，他就向我强烈推荐。而我在填报完志愿并被顺利录取之后，也就没有过多纠结了。我个人应该是属于比较独立的那种，大学生活我还是比较适应的。航海的课程也有很多，比如说航海基础、船舶操纵与避碰、水手工艺、电工基础等等等等。航海是包含了一个很广泛的概念，就是对于刚接触它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，但是深入学习下去之后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来到山东舰操作班之后就开始接触操作专业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先学的操纵车钟，然后能够独立操纵车钟之后，就可以在值班的时候观看操作手操作了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开上航母。我觉得航母离我这个平凡的女兵还是十分的遥远的。但是实际上来到航母之后，我感受到航母作为几代人心血的结晶，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我既然有幸能够成为一名航母操作兵，就应该更加苦练自己的技术，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，做好一个航母的螺丝钉。学开船跟学开车的过程其实是很像的。刚开始你要先学习一些理论基础，打好自己的底子，然后你先观摩其他的老班长是如何操作的，观察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自己上手进行操作。这个时候，老班长就会在旁边对你进行时时刻刻的指导，就像驾校的教练在你旁边对你进行指导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也是由易到难，先从简单的把定航向开始，接着再慢慢开始练一些转向之类的难度比较大的操作。我觉得刚开始操作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，但是到了后期，通过不断的训练，正式上岗之前也会进行考核，那时候自己再进行操作就会比较自信了。开车更偏向于个人，而作为一名操作兵的话，开船的时候主要是要注意和指挥员的配合。你要想的不仅是自己怎么开，更要想指挥员想怎么开，怎么领会指挥员的意图，怎么更好地达到指挥员的目的，要考虑的因素也会更多。除了歼15起降的时候，其实开航母在海上航行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平淡的，但是出海在外能够看到很多平时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，比如说壮观的日出日落、翱翔的战鹰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船舶。有时候运气好还能看见海豚在海里遨游，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有趣的。父母在我一下连的时候就知道我来到航母工作了，他们知道之后肯定是非常的高兴、开心以及骄傲。他们希望我能够在航母队好好的表现。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分到了海军的各式舰艇上，但是来到航母上的不多。有的时候我们2条船靠在了同一个码头上，靠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对方在对面的船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互相聊聊天，他们就会很好奇航母上的管理工作与他们有什么区别。既然有幸成为一名航母操作兵，
那我觉得自己就应该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，保证航母能够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亮剑大洋。我现在虽然已经能够独立职耕了，但是距离成为一名优秀的操作手还有很大的距离。我将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，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，在航母的事业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们赶在了一个祖国发展复兴的好时代。我觉得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要你打从心里认可它，坚定的选择它，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跑出最好的成绩。